国家电网是中国收入最高的企业，大名鼎鼎的工商银行也只有它的1/5。这家超级垄断国企现在终于成了习近平的西北帮自留地了。在此期间，彭丽媛也安排大量山东帮的人马控制了发电端。现在的中国电力系统要说是夫妻店也不为过。那在这10几年的苦战之中，中纪委的李希还有现在的副总理丁薛祥，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呢？大老虎也就是现在的新保安被抓了，他会供出自己的老板吗？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1号，7月31号的时候，中国的中纪委登出来新保安被查了，就是原来国家电网已经退休2年的董事长、党委书记。聊他之前呢，咱得跟你说一下现在的中国电力格局，这10几年的苦战和暗战到底有多精彩。这个新保安无非就是一个小卡勒咪。咱把时间轴倒退到20年前，胡温时期他就想干电力帮。为什么呀？因为中国电力是中国收入最高的企业，就是去年总收入达到了4万亿人民币，工商银行不也才8000亿吗？它是当之无愧的 No.1。 这么大型的企业油水大大的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他的客户，都在每天为他输血。胡温时期发现这里边的水太深，他就想拿下这帮人，但是发现投鼠忌器，如果这帮人知道你要查他，给你搞个电力事故，无论是火灾、电击还是大型的停电都会造成数万亿甚至更高的损失，甚至出政治事故。所以说明明知道李鹏的人马包括孩子和后面的门生故吏牢牢的控制了电力系，但是胡温没敢动不起，怕出事儿。但是老习他想动。自从2013年他接掌了大权之外呢，他就想着你李鹏都快死了，对吧？2019年死的，你的2个孩子，一个电力一个交通，这儿哪行咱必须得让他姓习不能再姓李了。于是他就采取了2手抓，一个是发电端，一个是这个电网端。在这给大家普及一下，中国这个电力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是高度垄断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卖电的富，发电的穷。当然这穷是装的穷实际上也很富。一个抄电表的年薪可以达到20万人民币，扫马路扫地的抄表员都能年薪几十万，超过博士。为什么呀？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得给他交钱，他是唯一的卖电方。中国所有的发电企业，无论你是民营的、国营的、央企还是地方国企，你只能卖给他一家，他是唯一的买主。你说那能有多有钱？好，我们来看看老习是怎么干的。第一个呢，他让他自己的太太重用山东帮的人马。因为本身电力系统它是有3波的，一个是新保安委代表的河南帮，一部分是老李家留下的人马，第3个呢还有一个山东帮。当时有一个董事长叫做刘振亚，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他退休了以后，后来是给了新保安的，但是国母开始用山东帮控制了发电端，比如说华电、大唐，现在总经理董事长基本上都是山东体系的人呢，或者说在山东电力提拔上来的人。既然说我前端掌握了，售电端终于要拿下来了。2017年已经掌权相对稳定了，他就该收这个电力系统了。他安排当时的组织部长赵乐际一定找一个自己人控制这个电力，但是董事长你不能一下子换掉，也怕出事儿，先从副总干起嘛。于是出身于陕西神木的叫张志刚进了电力，担任了副总经理。你得先得把这业务摸熟才能慢慢让你升到董事长所以说这是2部分一起搞的，一个卖电端，一个发电端，一起干
说到底啊，就是要把里的人马肃清。那具体怎么肃呢？接下来这里边啊就有几个挣钱的道儿。电力系统它每年投资高达7000亿人民币，有的省的投资都没那么多，但是国电投非常富。这里面就有几个赚钱的道儿。第一个，电网的建设，每年投资啊几千亿，这里面有大量的机会。无论是新保安还是他上一任董事长、上一任总经理啊，都被查了。原因是什么呀？你只要干那个角色，你周围的人就能成立一些公司啊，当那个外包商、二道贩子就可以了。只要抽标以后啊，拿个10%不是问题，一把生意啊就能赚10个亿到上百亿啊。第二个呢，那就是设备采购。你除了搞工程，中国又在搞那个西电东送特高压，这里面的设备、配电箱啊、电缆该采购谁的，那是巨大的利润。那第三个呢，就是并网的分配权利。中国有些地方是缺电的，有的地方是电多的用不完，而这个调节分配给谁不给谁，谁是拉闸限电，谁可以继续正常使用，这里面有巨大的寻租空间。所以说，只要是电力的头，它都是通过至少这个3个方式啊捞钱的。新保安也不例外。突破口啊，除了上几任董事长，2026年的1月份查了一个重庆电力的董事长，这个小子呢是贪了不少钱，主要是亲属啊大量的涉及那个投标了，然后他把很多钱已经输送给了他上级老板，就是现在的落马的新保安。所以说，虽然说2024年新保安算是正常到龄退休，但是他在任期间，包括他孩子干的那些事儿，现在啊逐渐的在被拎起来。你的马仔重庆电力的董事长干掉了，2任董事长都干掉了，剩下来自然就到了他了。那摆在新保安面前呢，无非就是第一，你贪了这么多钱，必须得拿出来；第二，如果你想买命、想减刑、想判死缓，怎么着也得把你老板供出来吧。所以说，李鹏已经去世了，但俩孩子还在呀，或者是李鹏的门生故吏还在，那这些人啊，要么交权，要么交钱，才能保证这个体系的平安落地。你看，习用10几年的时间，让电力啊，终于成了自家第一家庭的自留地了。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电力系统会走出来很多的省长和省委书记。说到底啊，又是一个习家军、山东帮和这个西北帮的联合之地。那这里边的副总理丁薛祥，他扮演了顺水人情，因为他所监管的这个发改委能源局啊，是电力系统的直接部门，所有的信息数据啊，都是要靠丁薛祥来控制和提供的。那纪委嘛，很简单，落实老大的精神，赶紧安排咱西北帮自己人。相信以后啊，西北帮和山东帮的整个电力系统又是一个互相竞争，又是同时共存的组织了。好，当然这是我个人见解啊，也不一定对。如果您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明天再会。